大家好，这是徐仁梦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最近爆火的国人剧本模组啊，救济余晖724。先来看一下公榜的情况。这款模组发布于2025年1月29号，到写文案的时候呢，差不多是1个月。在这1个月的时间呢，先后更新了20次啊，真的是劳模级别了。在我介绍模组之前呢，先来看一看作者是如何介绍的吧。公元724年啊，唐玄宗开元12年，风云际会，以刀兵财货为柴薪，野心权谋为风信，战争的火苗在暗影之中酝酿，等待着吞噬看似处于和平之中的列国。新晋崛起的突厥氏汗国作为大唐的防线，见不成藩属，即将与致力于东扩的呼罗珊总督展开场恶斗。阿拉伯大征服之后，哈里发国骤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但是发迹的征服者们显然还没有学会怎样稳住如此庞大的疆土纵使扩张势头不减，南北阿拉伯人之间的内斗和被征服民族的起义都在预示着更大的灾祸。新罗马的巴西留四正欲掀起一场反圣像运动的狂潮。此时的东罗马帝国早已失去了埃及的粮仓和东方的屏障，宗教上的争斗势必为国势衰颓的帝国带来更多的动荡。更不必说伦巴第人的王国早已紧邻着为异端行径震怒的罗马教宗。而在旧日的高卢土地上，没落温王朝的小国王不过是修道院中的囚徒。而权势熏天的公相查理在多次内战中节节胜利铲除或摆平了许多政敌，将父辈打造的基业扩展至阿勒曼尼比亚边疆。然而在为他的族人取得上帝的青睐并受膏之前，查理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摆平。譬如比利牛斯山脊虎视眈眈的萨拉森人，山雨欲来，大地震荡，千万人厉兵秣马，等待着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戴上冠冕，赢得胜利与无上的荣耀。这文案写的比我强多了从这400-500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作者选择724年。首先724年也就是这个唐玄宗开元12年。既然提到唐玄宗那么我就先说说大唐。允许长期招募士兵戍边开始，募兵制正式取代府兵制成为了主流。再过1年就是724年了，就是模组开局了，合适吧？这个募兵制也说几句吧。这个制度同时也是导致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的原因。因为这个制度改变了军队的基础性质。那首先为了管理军队设立了节度使。其次为了养活军队，节度使接管了当地的财政权。再其次为了更好的管理地方，节度使还逐渐监管了地方行政事务。那我问你你有军队，还是你自己养的军队？钱呢，还是从你自己的土地中收来的？当地人也不认识什么皇帝，但是他们认识你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现如今的你反不反唐皇帝不让你反，你反不反？你别想，你就说你反不反。对喽，肯定反，对吧？权力越大，欲望越大那唐皇帝知道这个吗？当然知道了。所以说节度使这个职位换人的速度非常的快。比如说安史之乱大功臣之一的郭子仪，他的职位呢是朔方节度使。这个位置在郭子仪接手前的33年间，从张说到安思顺一共换了11个，每个人在岗平均才3年，保证不会有人能够积攒兵力和笼络亲信，对唐王朝的统治造成威胁。有意外吗？有只有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那就是安禄山。安禄山从740年开始做平卢节度使，742年接任了范阳节度使，751年的时候又接任了河东节度使。等到755年时起兵叛乱安禄山这个节度使手握3镇，他至少持有了平卢镇15年，范阳镇13年，河东镇4年对于范阳和平卢这2个最重要的边镇，他都掌控了10多年了，根儿扎的比骆驼刺都深。当然了，安史之乱呢也不全是因为他的个人，历史上最出名的奸臣之一，离自己最重要的人死了，你这个时候再不反没机会了呀，对吧？紧接着755年就是安史之乱。这段时期的中华历史还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再有就是比如郭子仪仆过怀恩还有哥舒翰这样的名将，在724年的时候都还年轻，都可以扮演游玩。比如郭子仪今年25岁，正当年
哥舒翰今年24岁，更是正当年啊。普国怀恩6岁啊，你可以先扮演他的爷爷啊，普国绍摩啊。普国绍摩今年46啊，也算正当年，正当中老年。这个名字啊也听得出来，是这个原始突厥族的分支。普固原属于这个西突厥，后来归附唐朝的，是9姓铁勒之一，正儿八经突厥人。接下来也确实该说突厥了。都护府上面啊，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突厥帝国。这位来自阿史那家族的默剧啊，阿史那家族可不得了。首先啊，设定中家族是名声显著，这个等级可以说非常的高了啊，而且我觉得你再高1-2级都没问题。最早呢，阿史那土们在公元6世纪击败了柔然汗国，之后呢，于552年建国，土们成为了第一任的突厥可汗，和自己的兄弟啊士敛密分别成为了东西突厥始祖，这个就是第一突厥汗国。在土门和弟弟士敛密的领导下，突厥汗国迅速扩张，势力范围东到辽海，西拿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以北，成为了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阿史那家族成员被分为了各级的官员和部落首领，控制着汗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603年啊，正式分裂为了东西突厥。拜占庭直呼内行。东突厥啊，早期仍然强大，但是呢，后期内乱不断，最终于630年被唐朝所灭。而西突厥啊，长期的和唐朝对峙，也曾一度强盛，最终在唐朝打击下，于657年被唐朝彻底征服。西突厥灭亡之后，阿史那家族在西域的势力也瓦解了。东西突厥都灭亡之后呢，大量的阿史那家族成员被迫迁入了唐朝内地。唐朝政府为了安抚和利用他们，授予了他们官位和爵位，让他们在唐朝军队中服役。许多阿史那家族成员在唐朝军队中担任将领，参与了唐朝对外战争，并且为唐朝边疆的稳定做出一定的贡献。比如著名的唐朝名将阿史那杜尔啊，参与灭亡高昌、龟兹等战役，官至右卫大将军、安西大都护。虽然阿史那很多家族成员都在唐朝做官啊，对吧？位高禄厚，但是啊，始终没有放弃复兴突厥汗国。679年，阿史那福念起兵反唐啊，很快呢被唐朝镇压了。2年后啊，681年，阿史那古多禄再次起兵啊，成功起义了，突厥汗国复兴了。这个呢，就是突厥第二汗国。第二汗国还是以阿史那家族为核心，古多禄自然就是第二突厥汗国的第一位可汗了。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阿史那还，他在兄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和巩固了汗国的势力，军事统帅方面更是优异。他曾经多次击败唐朝军队，也征服了其他的游牧部族，比如契丹、西、九西铁勒等，极大的扩张了突厥汗国的疆域和影响力。他的军事才能啊是毋庸置疑的强大啊，对内的统治风格也非常残暴。他对属下部族和人民实行高压统治，动辄就屠杀降兵和平民。总之啊，他在位一共14年，执政期间汗国达到了鼎盛，恢复了突厥的声威啊，令唐朝和周边的民族畏惧。之后在716年的一次战争中被敌人的伏兵杀害了，第二汗国的第2位可汗啊就是死亡了。因为是战争死亡比较突然，他呢也没有指定自己继承人，所以他的儿子蒲据啊临危受命啊接任了这个可汗的位置。第一位可汗古多禄的三子觉特勤啊觉得不服，联合旧部于同年就给这个蒲据和他的亲戚啊都给杀了啊，咱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效率确实可以。之后呢，辅佐他的二哥啊也默剧做了突厥可汗。默剧从716年继位，做了18年的可汗。因为弟弟的支持啊，所以说这个初期的稳定局势并没有消耗过多精力。在接任4年之后的720年，与唐朝军队交战，默剧取得了大胜，但是呢，并没有乘胜追击。他听取了谋臣的建议，堂主英武，民和年丰，不可为敌啊，所以啊，紧接着就向大唐求和了。再过4年，就是模组开局的724年了，是他做可汗的第8年。默剧有2个独有的特质，第一个是苍狼之印，这个很好解释啊。传说阿史那家族的始祖是一头母狼养大的，这个就类似于赛义德，是100%遗传的血统特质。第二个是朝廷的支持者，这个可以理解为啊，他在4年之前向大唐求和了，所以是朝廷的支持者。西边这里呢是突厥氏汗国，突厥氏部是西突厥汗国内乱的时候从中独立出来自行建立的汗国，创立者是乌直勒，他是西突厥的重要将领。在西突厥衰落之后啊，他第一时间整合各部，
并且利用西突厥的政治真空，迅速扩大势力。他和之前提到突厥汗国不一样，这个乌支对大唐的政治态度非常好，通过呢向大唐示好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并可能在经济上也得到一些好处。他死后继位的儿子对大唐呢也是友好态度，这个就不细说了，因为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就，就是子承父业，巩固统治。值得说的是突厥汗国的第3位可汗，也就是模组开局724年这里的苏禄可汗。首先苏禄的出身就不一般，伯哥去世之后，突厥氏内部出现了继位内乱，苏禄是凭借实力、威望和魅力脱颖而出的。上位之后凭借果断的政治手腕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的平定了突厥氏汗国内部的叛乱和纷争。鉴于前人也就是乌直勒和其子婆葛对大唐的过往态度，大唐这个时候呢是想要直接让突厥氏汗国成为藩属国的。苏禄不同意，于721年在阿克苏打败了唐朝军队。这场战役极大的提高了苏禄和突厥师的声望，也挫败了唐朝的战略意图，维护了突厥师在西域的地位。一方面呢保证突厥氏汗国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呢也和唐朝保持良好的联系。715年制授苏禄为左羽林军大将军，经方道经略大使，进为特勤。717年授右武卫大将军和突骑师都督。718年封顺国公。719年封中顺可汗。722年嫁与阿史那怀道之女交河公主。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年都在获得新的头衔。苏禄呢也是一年比一年要膨胀。而模组开局是724年，真的是苏禄如日中天时。游戏中可以看到，苏禄有一个独特的国公特质，这个就是因为大唐册封他为顺国公嘛，效果非常非常强大，也算是对得上苏禄过往。这里还有一个算是小彩蛋的地方吧，就是苏禄的这个车鼻氏家族族徽是一个脚非常大的牛头，这个是因为阿拉伯人给他起的外号叫顶牛既然提到阿拉伯了，那么阿拉伯现在什么情况呢？视角往西看，最显眼的就是一个五麦叶了，大大的一个五麦叶看着跟绿罗马一样。五麦叶家族原本是麦加古来时部族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氏族，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他们曾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反对者，主要是因为穆罕默德属于哈希姆家族，和五麦叶家族属于是对立的关系，存在竞争。之后呢，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五麦叶家族比较识时务，他们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且在早期的伊斯兰政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早期哈里发是靠选举时的这个4大哈里发期间，第3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他就来自五麦叶家族，他提拔了许多家族成员担任要职，这为之后的五麦叶王朝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但是这样子的专横和偏袒家族成员的行为也最终导致了他被暗杀。他死后呢，就是4大哈里发时期的第4位哈里发阿里接手了。阿里在位呢一共5年这期间是伊斯兰教史最动荡的时期之一。首先奥斯曼是被暗杀的，这个是动荡因素之一，其次是阿里自己也不得人心。他在位这5年同样也是第一次伊斯兰内战持续了5年。首先爆发了骆驼之战，阿里对阵敌人可了不得，首先是穆罕默德的遗孀，同时也是穆罕默德最宠爱的妻子，其次是阿拉认定的10个保送天堂的追随者其二，他们一口咬定是阿里暗杀了奥斯曼，所以才打了内战。先说什么叫骆驼之战就是因为这个遗孀他骑骆驼这就是骆驼之战的精神象征，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就能看到遗孀的骆驼。最终骆驼被一箭人射死了，对吧？穆罕默德遗孀被俘虏了，10位保送天堂者其二就也去天堂了。2位早期伊斯兰领袖阵亡，对早期的伊斯兰社群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和悲痛。骆驼之战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次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引发了深刻的道德和伦理争议。许多穆斯林对这场战争感到了困惑和痛心，质疑穆斯林之间相互残杀的合法性。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说是一刻都没有为骆驼之战感到痛心。紧接着爆发了第2次内战随风之战，五麦叶王朝创始人时任叙利亚总督的阿维叶一世出现了。骆驼之战是认为阿里刺杀奥斯曼所以开战，阿维叶一世则是为了家族成员奥斯曼复仇更加的名正言顺。随风之战，阿维叶一世胜利了，双方签了停战协议，阿维叶一世成为了哈里发，建立了五麦叶哈里发国。在去世之前，阿维叶一世他又设法让宗教领袖们接受他的儿子
耶济德为其哈里发继承人。由此，阿维叶一世借由强大的权谋与氏族权威，破坏了哈里发具备神权贵族属性的民主选举制度，采用了哈里发世袭制，并且正式建立了五麦叶王朝。就这么的，五麦叶统治了很多年。再说说模组开局的724的情况吧。这个时候的哈里发呢是耶齐的二世，也就是模组开局是1月1号但凡是2月也就换人了。耶齐的二世他记载呢是死在了724年1月26号。他的死亡有2种说法，通常的说法呢是喉炎、扁桃体炎这种喉咙疾病也有说法是肺结核。游戏中没有这些特质，所以设定是肺炎也大差不差。不通常的说法呢，那就是野史传奇了。这种说法呢，他是抑郁自杀的。耶齐的二世当时有个女奴叫做哈巴巴，哈巴巴吃石榴然后噎死了。耶齐的二世因为过度悲伤和内疚而死。这个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因为根据记载呢，这个耶齐的二世呢是一位非常世俗化的统治者，他对艺术、音乐和享乐生活更感兴趣，还记载着他喜欢歌舞、美酒和美女，宫廷生活也比较奢华当然了，这都只是猜测罢了。这个不通常的死亡方式呢，其实更多的是反映了后人对耶齐的二世的个人生活的一些想象和演绎。他在位的时候，最有趣的点呢是主张反圣像当时的东罗马也在搞反圣像，我们就一起说好了，也算有对比。首先来说一下驱动力量和生成原因。耶齐的二世这边的动机模糊，而且争议很大，核心的驱动力并不明确，历史学家仍在讨论，可能的因素呢包含很多我们一项一项说。首先早期伊斯兰教内反对偶像崇拜的神学思潮，伊斯兰教强调安拉的独一性，严格禁止偶像崇拜，可能是受到了早期伊斯兰教神学中关于具象描绘神旨的影响。但是这种神学思潮在当时伊斯兰世界中并没有占主导位置，也缺乏明确的教义支持去大规模的破坏偶像崇拜。第二个可能性较小的原因是政治目的。耶齐的二世可能试图通过破坏基督教的偶像，然后来削弱基督教社群的影响力，加强伊斯兰教的地位，特别是在新征服的叙利亚和埃及的地区。但是这种政治动机也缺乏直接证据，而且五麦叶王朝整体上来说对基督教是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第三个可能性更加小的目的是经济利益。极少数的观点认为破坏教堂偶像可能与掠夺教堂财富有关系，但是这种解释缺乏历史支持，而且破坏偶像带来的经济收益可能远小于其社会成本。这个观点怕不是维京人提出来的。总的来说这个耶齐的二世主张的反正像缺乏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这个偶像破坏令并没有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土壤。反观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这就不一样了。这个呢是有着非常复杂的深层的神学和政治根源。首先来说神学根源，圣像破坏者强调旧约中禁止偶像崇拜的戒令，认为圣像崇拜是违背了圣经的教诲的。破坏运动与基督教内部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长期争论也有关系。圣像破坏者认为描绘基督的圣像要么是将上帝限制在了物质形式中，要么呢是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离了，二者呢都触犯了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强调上帝的超越性和不可能描绘性另外呢，早期基督教中确实是存在着反对异教偶像崇拜的传统。圣像破坏者试图回归到这种纯粹的基督教。再来说政治根源一些拜占庭皇帝尤其是利奥三世试图加强皇权削弱教会的财富和势力。圣像破坏运动可以视为是这个皇帝控制教会、推行神权统治的一种手段。再说拜占庭帝国在8世纪时面临来自阿拉伯帝国和保加利亚人的外部威胁，以及内部的社会动荡。一些皇帝认为帝国遭受苦难是因为上帝对圣像崇拜的不满，希望通过圣像破坏运动来赢得上帝的恩宠巩固统治。然后呢是社会经济因素，教会和修道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土地，圣像破坏运动也被一些人视为是这个剥夺教会财产、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一种方式。这个和耶齐的二世的反圣像不同点就在于，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并非是皇帝的个人意志，而是在拜占庭社会中存在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
一部分的民众和教会人士也支持圣像破坏。接下来我们从第二个角度理解规模、范围和执行力度。耶齐德一共在位才4年啊，之前也说了，动机模糊，肯定在这方面跟拜占庭不是一个量级。那么事实上呢也确实如此。规模上来讲呢，主要是局限于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没有波及到整个五麦耶帝国。执行力度更是没法说像破坏令的执行可能并不彻底，甚至在一些地区根本就没执行，可能只是针对特定的教堂和特定类型的偶像并非是全面性的破坏。拜占庭就不一样了，规模宏大，范围广泛，波及到了整个拜占庭帝国，从首都君士坦丁堡到边疆地区都受到了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执行力度和持续时间那更没得说了。拜占庭皇帝动用了国家机械，强行推行圣像破坏政策，拆毁圣像，迫害圣像崇拜者。运动持续了1个多世纪，经历了2个主要阶段，期间经历了多次的反复和激烈斗争。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是帝国层面的系统性的运动，有着明确的政策目标、组织机构和执行手段。下一个角度，神学与哲学的辩论。耶齐德2世的偶像破坏令缺乏系统的神学和哲学论证，没有引发伊斯兰教内部关于图像问题的长期辩论，更多的是政治或者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并非是神学运动。而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就不一样了，这个运动引发了深刻而复杂的基督教神学与哲学辩论，围绕着圣像的性质、作用、合法性等问题，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留下了大量的神学著作和文献。接下来再从社会和宗教的结果角度去看看耶齐德2世的偶像破坏令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或者是宗教分裂相关的问题，对五麦耶王朝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格局影响不大。宗教方面呢，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实践影响甚微。而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对吧，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宗教分裂，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刻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秩序、政治格局和文化发展。宗教方面呢，圣像破坏运动加剧了拜占庭帝国与西方教会也就是罗马教廷的矛盾，是导致东西教会大分裂的因素之一。西方教会坚决反对圣像破坏，支持圣像崇拜。圣像破坏运动结束之后，圣像崇拜在拜占庭基督教中重新确认了主导位置，同时也促进了对圣像神学的反思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拜占庭圣像神学与艺术传统。艺术方面，圣像破坏运动对基督教的艺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大量早期圣像的损毁，但是也促进了新的艺术风格和神学表达的出现。总结来说呢，耶齐德2世这个圣像破坏令呢，对吧，动机模糊，可能因素混合，缺乏深层基础，规模小，范围有限，执行不彻底，短暂，昙花一现包括自己在位4年也很短暂，缺乏系统论证，未引发长期辩论，社会影响有限，宗教后果轻微，历史地位较低，就是一段小插曲。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总结来说呢，动机由神学与政治双重驱动，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规模宏大，范围广泛，执行力度强，漫长，持续1个多世纪，经历反复和曲折，引发深刻复杂的基督教神学辩论，社会影响深远，引发了长期的动荡和分裂，宗教后果重大，影响基督教世界格局，历史地位极高，属于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个值得说的是法兰西国王查理马特更符合历史的叫法是纽斯特里亚国王卡尔。他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外号叫做铁锤，无论是军事、性格和政治层面都很符合。说说战役吧。首先最重要的是图尔战役，查理马特率领步兵在图尔附近成功抵挡并击溃了强大的穆斯林骑兵入侵。这场战役的胜利阻止了伊斯兰势力大规模向西欧扩张，被认为是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关键战役，奠定了查理马特的历史地位。还有科隆战役、温加韦战役，以及针对萨克逊人、阿基坦和普罗旺斯的多次战役。马特一直活跃在战争前线正儿八经刀枪这里滚出来的。不过最有趣的还是骑士阶层的起源。面对五麦耶王朝穆斯林军队的强大骑兵，法兰克军队意识到了传统步兵的局限性，为了有效地对抗穆斯林骑兵，查理马特开始重视发展重骑兵。那么组建和维持重骑兵部队需要专门的战士，对吧？他们呢需要接受训练以及昂贵的装备。
包括战马、盔甲、武器，再加上日常的维护和训练啊，都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这种军事上的需求啊，是骑士阶层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力。普通的老农或者是自由民是难以承受这样的经济负担的。为了解决重骑兵的经济来源问题，查理马特开始推行采邑制。他将教会的土地分给了战士，作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的报酬。这些土地被称为采邑或者是封地。获得采邑的战士啊，需要向分土地的领主宣誓效忠，并且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主要呢是提供重骑兵的军事服务。这种土地和军事义务的结合，是骑士阶层经济基础的重要来源。最初获得采邑并且承担军事义务的战士啊，可能并非都是出身贵族，一些自由民甚至是出身较低的人，只要有能力成为重骑兵啊，也有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随着重骑兵在战场上的地位提升，以及他们拥有的土地和权利，这些骑士的社会地位也逐渐上升。他们呢开始与传统的贵族阶层融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贵族阶层。之后呢，又随着时间推移啊，采邑逐渐开始世袭化。骑士的儿子往往会继承父亲的才艺和军事义务，骑士的身份也开始具有一定的世袭性，这进一步巩固了骑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且使其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等级。总的来说呢，军事需求是直接动力，重骑兵的兴起需要专门战士，采邑制提供经济基础，使骑士能够维持高昂的军事装备和生活开销。社会结构的演变呢，又使得骑士从普通的战士逐渐上升为了军事贵族。政治因素的推动啊，特别是加洛林王朝的政策和封建制度的萌芽，为骑士阶层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并非在查理马特时代就完全定型。但是不得不说，骑士阶层的诞生，查理马特是最大的推动者，在724模组中就可以扮演到这位。这个背景啊，就差不多说到这儿吧。这期视频估计非常的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期视频啊是724模组的一个背景介绍，大家感兴趣可以到创业工坊订阅一下试试游玩。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所有内容了。喜欢这期视频记得3连加关注，这里是徐人梦，我们下期见。